一个周华健啊，同一座太原，一边是呢1299的门票，一边是免费0元。8月7号到9号，周华健呢在山西体育中心连开了3场演唱会，票价呢从499到1299。3场演唱会唱完呢，大家都以为他该走了，结果2天之后呢，他又出现在了晋阳湖剧场，做了一场公开的免费的摆摊音乐会。消息放出来以后呢，上千名歌迷很快就赶了过去。你要是刚刚花完1299看完这场演唱会，发现他转头免费唱起来了，会不会觉得自己亏了？好像也没有。免费的这一场呢，没有让前面3场显得不值钱，反而又让很多人专门跑了一趟。那大家花1299买到的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呢，这一期我想和大家真正聊的不是周华健，也不只是演唱会，而是来看一看中国人判断一笔钱值不值得花的标准是不是正在发生变化。如果只是听周华健唱歌啊，手机里早就免费了。如果免费现场也能听，为什么还有人愿意买最贵的票呢？我一开始呢，只是想弄明白这件事儿。后来，当我把这几年的演唱会数据放在一起，发现呢，周华健这个事儿啊，只是一个入口。真正值得研究的是另外一种看起来更矛盾的现象。一边呢，大家买东西越来越谨慎，找平替等促销，能不换就不换；另一边呢，几百块、上千块一张的演唱会门票却越来越难抢。抢到票还不算啊，有人还要坐高铁、坐飞机、订酒店，请一天假，前前后后花掉2、3千块钱，只是为了去另一座城市听几个小时的歌。2023年演唱会刚恢复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件事儿很好解释啊。疫情3年，艺人没地方唱，观众憋得够呛，一放开，供给和需求一起释放，当然是报复性的反弹了。这个解释在2023年没有问题。那一年呢，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唱会超过了2400场，票房大约是146亿元，观众超过了2000万人次。但反弹总该有结束的时候吧？如果只是把3年的需求补了回来，2024年应该降温了。结果呢，2024年大型演唱会票房直接超过了260亿，同比增长78.1%，观众超过了2900万人。注意啊，这是在2023年已经大幅恢复的基础上又涨了将近80%。到了2025年呢，市场依然很是火热，2496场大型演唱会，票房接近296亿，观众接近3800万人。从2023到2025，2年时间，票房翻了1倍啊！2026年上半年，目前呢，我们只有演唱会、音乐节等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的合并数据，不能和前面应接啊。但是这个更宽口径的票房仍然增长了17.7%，观众增长了20.37%。那有没有可能啊，市场看起来变大，只是票卖的越来越贵了呢？其实也并不是。2025年大型演唱会的票房增长了13.7%，观众呢却增长了30.8%，人次呢跑起来比票房快了1倍多。那么当然啊，公开总量不能拿来算一张真正的平均票价，但至少能排除一种简单答案：2025年的增长并不是靠同一批人买更贵的票，而是有更多的人真的走进了演唱会现场。所以啊，2023年咱们可以叫恢复，2024年就不能只是恢复了，2025年还在扩大，2026年也没有明显的退烧。这并不是一口气憋了3年出来玩一次，这是一个市场真的换挡了，而且呢，它不是平均的多办了几场，它在变大。2023年到2025年，大型演唱会场次没有翻倍，观众却从2000多万增加到了将近3800万，越来越多的演出从体育馆走进体育场，一个城市从1场变成了2场、3场、4场。周杰伦呢，在多个城市连开4场甚至更多，五月天也继续在超大体育场巡演。市场呢，不只是多卖了几张票，它是真正的把越来越多的人同时装进了同一个晚上。说到这里呢，最顺手的解释就是年轻人啊需要情绪价值，中年人开始怀旧，粉丝越来越舍得花钱，这些都对，但漏了一个很现实的一层啊，就算100万人突然想看，也得有人把艺人、舞台、场馆、档期、交通、票务和安保组织起来，才能把欲望变成一张真实的买得到的票。这几年的演唱会先从一场活动逐渐变成了一套可以移动的产品。你可以把一轮成熟巡演想象成一台很复杂但能够移动的机器，舞台、灯光、屏幕、曲目、互动、运输、票务、安保，前一站刚结束，整套系统装车去往下一个城市。多开一站不再是从0到1做一场演出，而是在一套成熟产品上增加一个复制点。
于是演唱会才能够从北上广深走出去。2024年，大型演唱会已经进入了全国180多城市，2线城市贡献了超过60%的票房。高铁又把这个城市往外推了一层。对周末演唱会来说啊，消费者的活动半径早就不只是自己住的城市了，而是2-3个小时高铁能够到达的一整片区域。2023年，大型演唱会跨城观演比例达到68%，此后一直保持在60%以上。2024年的调研里，超过40%跨城观众会停留2天，超过30%还会停留3天以上。于是呢，一张门票后边跟着的就不只是一次演出，还有高铁、酒店、餐饮、商场和景区。你把它放进一个普通人的周末，就更容易理解了。可能周五呢还在公司上班，晚上呢就拖个箱子去赶高铁了。周六白天吃饭逛街，晚上跟几万人一起唱歌。周日再去一个景点，然后回家继续上班了。台上的演出呢只有3个小时，但生活里真正被改变的却是完整的2-3天。行业报告估算呢，2025年每1亿元演唱会门票会带来大约6.85元的票外消费。这个模型没有完全公开啊，不能100%就精准。但是呢，地方政府为什么愿意围着演唱会开接驳车、延长地铁、联动景区，就变得很好理解了。演唱会呢最厉害的地方不是能够卖出一个单品，它先制造一个那天我必须在那里的决定，然后把一个普通周末从周五晚上拉到周日，消费者先空出时间，约好一个人，决定去一座城市，钱才能顺着行程依次发生。供给接住了需求，但到底是谁在看呢？刀郎、伍佰、张学友、周华健、刘德华这些名字摆在一起，很容易让人得出一个结论：中年人有钱了，开始集体为青春买单了。怀旧呢是真的，但市场远比怀旧复杂得多。2025年的演唱会用户里，18到34岁仍然占71.8%，是绝对主力啊。35岁以上的人在增加，但大约呢是22.6%。不同艺人背后站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阶段。刀郎2024年的观众里，50岁以上占了44.5%，而25岁以下的观众更偏好 TF 家族、郑润泽、黄子弘凡这些年轻的艺人。所以呢，不是中年人取代了年轻人，而是过去几十年沉淀下来的文化记忆，在同一时间进入了现场的市场。50岁的人去听刀郎，买的可能是自己一路走来的生活；30多岁的人去听周杰伦、五月天，买的是学生时代和朋友之间的共同语言；20几岁的人去看年轻偶像，买的是正在形成的身份、圈层和青春。他们都叫演唱会，卖的却不是同一件东西。一个人在听过去，一个人在确认现在，还有一个人正在给未来的自己制造回忆，最后都汇聚成同一个动作：我得亲自到那里去。现在呢，我们把演唱会放回整个消费大盘啊，那个矛盾会更加清楚。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是3.7%，服务零售总额增长是5.5%，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4.4%，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却增长了9.4%。总消费不算强，但服务和文化娱乐跑得更快。这种变化呢，不只发生在演唱会，国内旅游呢，从2023年的48.91亿人次增加到了2024年的56.15人次，2025年又增加到了65.22亿。2025年旅游人次增长16.2%，旅游花费只增长了9.5%，人出去的更多，每一次却花的更克制了。博物馆也一样啊，全国备案博物馆接待观众从2023年的12.9亿人次增加到了2025年的15.6亿。大部分博物馆都是免费的，可人还是愿意花时间排队坐车去那里。演唱会、旅游、博物馆、体育比赛、City Walk 看起来不是一种生意，却有一个共同点：你不能只知道它，你得去过。网上有无数张故宫的照片，故宫没有因此变得没人去，手机里随时可以听到伍佰、周华健、周杰伦，现场却反而越来越贵，也越来越难抢。所以呢，我看到的是，不是中国人突然不爱买东西了，而是大家筛选消费的标准在变。一个东西如果功能差不多，买回来很快就会习惯，过几个月可能还会贬值，消费者就会比价，会等促销，会找平替。可是，一场演唱会会有具体的日期、具体的城市和具体的人，那天去过之后啊，同一场就不会再回来。人们减少的可能不是所有消费，而是那些自己也不确定值不值得的消费。他们把钱留给了少数能够确认会喜欢、会记住、会和别人分享的东西。以前我们很容易把消费分成贵和便宜，今天更有解释力的分法也许是模糊和具体。一个商品买回去到底能不能改善生活，可能很模糊，但8月8号晚上和谁一起听那首歌非常具体。消费者不是在寻找低价，他在寻找一笔支出确定会发生作用的证据。告诉我你正失去太多。
这里呢，可能还有一层社会情绪。从2023年末到2026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大体在86到90之间，长期低于100。央行城镇储户调查里，2023年末选择更多储蓄的人占61%，2024年末是61.4%。大家对长期收入、职业和资产的判断确实比过去更加谨慎了。有意思的是呢，在同一份调查里，准备增加旅游支出的人，从2023年末的21.9%上升到了2024年末的25.2%。准备增加社交文化和娱乐支出的人，也从20.9%增加到了23.7%。你看，一边更想存钱，一边更想出去旅行、去看演出，这可能恰恰是同一种谨慎的一体两面。买房、换车、投资是对几年甚至几十年以后做判断，可一张演唱会门票不是，日期是确定的，喜欢的人是确定的，和谁在一起也是确定的。他不承诺10年以后能让你更成功，只承诺这个周末你大概率会真正的开心一次。其实我不太愿意用宏大叙事消逝，大家只想过小日子概括这件事，这个判断可能也没有那么精准，但是我们也许正在看到一个更细微的变化。远期的确定感变弱之后，近身的生活会显得更有价值。大的东西暂时抓不住，那我至少想把眼前这个周末过好一些。当然，不能顺手就下结论说经济焦虑导致了演唱会爆发。2023年以来，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稳定，居民实际收入仍在增长，而现场娱乐增长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Live Nation 的全球观众从2023年的1.46亿增加到了2025年的1.59亿，2026年第一季度仍然在增长。所以呢，更稳妥的解释可能是3件事叠在了一起：供给侧更成熟了，让现场更容易抵达；数字内容越来越丰富，让真实现场反而更稀缺；对未来更加谨慎，又让当下能够确认的体验更具有吸引力。全球都有回到现场的力量，只是高铁、地方文旅和中国消费者的弱预期，让它在中国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说到这里，才可以去回答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为什么音乐已经免费了，现场还能够再卖1299呢？因为内容和在场根本不是同一种商品。视频能把声音和画面传给你，甚至让你看得比现场更清楚，但它传不过来一个事实：你那天真的在那里，这是身体在场。这是我们的演唱会。500为什么会被叫做万人 KTV？ 不是因为现场版本比录音棚更标准，而是1万个人在同一段前奏响起时一起知道下一句是什么。观众不是坐在那里接收一首歌，他自己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中国青年报对1500名青年的调查里最打动人的演出因素，第一名不是明星有多红，而是观众集体互动的热烈氛围，占到了57.3%。人花钱去现场，相当一部分价值竟然来自于旁边那些根本不认识的人，大家同时唱，同时笑，同时亮起手机，你突然知道，原来不只是我喜欢这件事儿，这叫共同在场。现场呢还有个特别强的东西，它会消失。手机里的朋友明天还在，可某年某月某日和某个人坐在某个位置听到这首歌的那个晚上结束了，就是结束了。这是时间在场。再过几年呢，那一晚会进入你的个人经历。同一首朋友，20岁的人和50岁的人听到的不是同一件事。对于一些人，那首歌已经和毕业、恋爱、第一次离开家、几个多年没见的人绑在一起。所以有时候啊，你买的不是周华健，你买的是一次机会，重新跟20年前的自己待2个小时的机会。这是人生在场。其实网红打卡呢，也可以从这里重新理解。一个地方网上明明有更专业、更漂亮的照片，为什么大家还要跑过去拍一张未必好看的？因为那张照片不是在证明这个地方长什么样，它只证明了我去过。一段体验的价值链其实就这么出来了：在场、参与、记忆、分享，最后进入身份。大家在演唱会拍的不是纪录片，晚上有更好的机会，他们拍的是一句话：那天晚上我在。还有伤，还要痛，还要走。还有我们整体来看这件事啊，对商业真正的启发是什么呢？不是说要赶紧去做联名、办活动、讲几个感人的故事，那只是又学了一层表面而已。真正值得看得懂的是，消费者判断价值的坐标正在变化。内容不再稀缺的时候啊，参与变得稀缺；产品越来越容易被平替的时候，一段和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关系绑在一起的经历就很难被平替。这也是为什么
跑步品牌要做跑团，汽车品牌要做车主俱乐部，游戏里要有工会。很多强品牌最后都会长出自己的仪式、黑化、纪念日和线下聚会。他们当然在卖鞋、卖车、卖游戏，但更重要的是让消费者不只是买过，而是加入过、贡献过，跟一群人共同完成过一些事情。一旦用户成了参与者，他留下来的就不只是消费记录，还有关系和记忆。所以呢，每个品牌真正该问的不是我还能给产品增加什么样的情绪价值，而是消费者在我的产品里有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他能不能表达，能不能参与，能不能带着别人一起来，能不能在几年之后还说出一句我当时也在。500让观众从看表演的人变成了共同完成表演的人。周华健一边做万人体育馆，一边又去做免费的摆摊音乐会。一种产品卖规模，一种产品卖距离，但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情，让一个个具体的人觉得自己不是坐在下边接受内容，而是真正进入了这段关系。所以呢，一个品牌真正长期的资产啊，也许不只是有多少人认识你，而是有多少人的人生曾经因为你发生过一点点具体的事情。周华健在巡演文案里边写过，万人大合唱结束的时候，他很难看清楚每一张脸，他会想起年轻时在民歌餐厅对着每一张脸唱歌的日子。商业一直在追求规模，让更多人看到，让更多人购买，这没有错。但规模越大，企业越要重新学习一件事：怎么让一个具体的人仍然感觉自己在场。这里是行诺家文化进化论，让我们一起看见更多企业的文化自信。下期见。